有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富裕而繁荣的城市国家，但是这里的物价水平也高得令人啧舌。也有人说，在新加坡民生水平很高，无论是哪个收入阶层，在这里都能生活得很好。今天我来带大家看一看新加坡的衣食住行都有哪些世界之最。在大家感叹物价如此高昂的同时，本地的大众却也能够非常安逸的生活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本期影片也会向你揭示这个国家的矛盾的物价背后的真相。根据调查网站 Numbeo 最新公布的世界主要城市物价指数排名，新加坡在接受调查的全球500多个城市中排名第22位，位列亚洲第一名。排在它前面的城市来自欧美国家，例如美国的纽约、旧金山、西雅图，瑞士的苏黎世伯恩，挪威的特隆赫姆等。和许多物价高昂的城市一样，新加坡在衣食住行以及教育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贵了。在新加坡，拥有一辆私家车比在世界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要付出更加高的代价。在这里，购买一辆全新的大众高尔夫需要花费15万新币，约合11万1300美金，而同样的车在邻国马来西亚仅需要3万1700美金，在瑞士则需要3万1800美金，在美国仅仅需要2万5000美金。在新加坡，拥车的成本除了昂贵的购车价格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附加费用。很多人开玩笑说，新加坡的车牌是全世界最贵的铁皮。其实准确来说，这里讲的并不是车牌费，而是拥车证 COE。COE 是购买新车时必须缴纳的证书，证明购买者有权拥有和使用汽车。COE 的价格每2周由新加坡政府进行一次竞价拍卖，价格随市场供需变化，也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。COE 到底有多贵呢？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，拥有一辆小排量 A 组车型的轿车需要支付86556新币，这个价格已经接近一辆新车的价格了。而且虽然你支付的是8万多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因为 COE 是有期限的，只有10年。如果10年后你不去续买新的 COE， 就只能把车送去废车解体厂报废。除了上述2项，当人们购买了自己心爱的私家车之后，还有其他的费用在等着，如年度道路税。新加坡的年度道路税根据车辆引擎排量和年龄计算，还有车牌费、保险费、停车费等等。此外，新加坡的汽油价格也是世界最贵之一。看到这里，你是否已经打消了要在新加坡买车的想法呢？没错，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很小，人口密度又很高。政府为了减少交通拥堵，就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控制汽车的数量。当然，效果也是很显著的。和世界其他人口密集的城市相比，新加坡的堵车情况是相当的不严重。即使是上下班高峰时段，也极少出现堵车堵到寸步难行的情况。在新加坡，除了车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寓也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。新加坡市中心地段的公寓的均价已经高达27000新币每平方米，非中心地段也达到了14000新币，这让新加坡的房价常年高居世界主要城市的前5位。作为一个面积相对较小的城市国家，新加坡的土地供应十分有限，这使得土地价格高涨，导致房价也随之上涨。新加坡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国家，拥有高水平的教育和医疗设施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和投资者前来购房和投资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。面对房价的不断上涨，政府也没有置之不理，而是不断推出新政来抑制房价的上涨，例如实行严格的住房贷款政策，限制外国人购买房产，征收房屋买卖印花税和额外买家印花税等等。除了买房贵，在新加坡房屋的租金也不便宜。根据区域的不同，一套一卧的小公寓可以租到3000到4600新币之间，有3间卧室的公寓则高达5500新币到8700新币之间。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，资源有限，其中食品大多数都依赖进口来满足需求，所以食品的价格也比较昂贵。此外，新加坡的经济水平较高，生活水平也较高，这也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升。在新加坡的普通餐厅用餐，
一般人均在30到100新币之间。新加坡的人工较高，在餐厅用餐，除去食物的费用，还需要支付10%的服务费，另外还要支付8%的税。在新加坡，随便走进一间超市，会发现大部分的食物价格和全球其他地区相比，都属于中等偏高，甚至是很高的水平。以下一些食物就属于比较昂贵的。第一就是海鲜类。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国家，海鲜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不过，海鲜价格比其他的肉类以及蔬菜类都要贵很多，是因为需要从远离新加坡的地方进口。第二，水果类。新加坡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水果的种植，因此大多数水果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。由于水果是需要经过长途运输和额外的保鲜措施，因此价格也相对较高。第三，咖啡和茶。新加坡的咖啡文化非常的盛行，普通新加坡人几乎每天都要喝咖啡，但由于咖啡豆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，因此价格也比较高。茶也是如此。第四，肉类。新加坡本土产肉很少，大多数肉类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。第五，烟酒。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昂贵，除了因为它们大多数依赖进口，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态度。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禁烟令之一，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和街头都禁烟，并且对违反禁烟法令的人会处以很高的罚款，甚至可能会进行指控。并且这几年的禁烟政策更加趋于严格。在新加坡，饮酒是被允许的，但是政府对饮酒一直持有一定的控制态度，以确保公众健康和安全。所以对烟酒，新加坡政府会征收更高的赋税，也导致价格更高。新加坡的衣服和鞋子价格相对较高，主要是由于本地的经济水平较高，消费者的购买力较强，以及本国的商品主要依赖于进口，因此需要支付高额的进口税和运输成本。此外，新加坡的租金和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高，这也反映在了商品的价格上。根据 Non-Bill 的数据，新加坡的服装和鞋子价格排名全球第12位，较为昂贵。但是具体价格还是要看品牌和质量而定，高档品牌和质量好的产品价格会更高，而一些大众品牌以及平价产品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。新加坡的贵已经体现在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，但是还有一个领域的价格，新加坡的排名一直也是世界前茅，那就是教育。在新加坡，私立幼儿园每月的收费高达1600新币，国际学校小学部平均每年的收费高达35000新币。对于在本地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士，如果有子女需要在本地入学，就不得不把以上的支出也考虑进去。新加坡2022年人均月收入是5050新币，月收入的中位数是3287新币，也就是说整个国家有一半的人收入不到3287新币。虽然这样的收入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，但是怎么看还是无法担负如此高昂的生活支出。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很多人入不敷出，困顿潦倒，相反在这里大多数人都过得非常的富足安逸。这是因为新加坡的衣食住行的每一项都有平替。就拿出行来说，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的发达，而且价格也十分的便宜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例如巴士、地铁或者轻轨等，费用都非常的低廉。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单程票价一般都在1到2新币之间，学生和乐龄人士还有折扣。世界上大多数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公共交通的票价常常高于此。这也和政府鼓励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量的思路相吻合。新加坡作为一个能源缺乏的小岛国家，只有通过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，才能解决城市交通拥堵、缺乏自然资源和环保要求等问题。出行的问题解决了，对于居住，新加坡政府一直秉持的是居者有其屋的政策。大约有85%的本地人都居住在政府组屋 HDB 中。根据本地房产网站 Property Guru 的最新数据， HDB 3房的 BTO 售价在40万到47万新币之间，4房的价格区间是58万到68万。转售 HDB 的价格略高于 BTO。
从整个公共住房市场看，价格是远低于本地的私宅市场的。此外，新加坡政府通过多重措施，例如 HDB 补贴和住房贷款计划，来帮助居民购买自己的房屋，进一步降低了住房负担。因此，可以认为新加坡是世界上居住负担比较低的国家之一。当然，对于购买政府组屋的资质，政府也有限制，例如只有公民可以购买，永久居民只有在拿到身份3年之后才可以购买转售组屋，组屋是用来自住的。另外，还对购买组屋的收入上限、婚姻状况和年龄都设有要求。因为政府组屋本质上是一项公民福利，因此政府也不希望这个福利被人滥用。同时，这些严格的要求也利于维持本地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。那提到衣食住行中的食，就离不开新加坡独特的小贩中心文化。在新加坡本地几乎所有的组屋或者社区附近都有小贩中心，在小贩中心就餐，平均一餐也就花费3到6新币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新加坡超市购买食材并不十分便宜，购买回家之后还要花时间来烹煮，因此物美价廉和便利性就让小贩中心成为本地人解决1日3餐的大食堂。很多本地家庭厨房做饭的这个功能就变得可有可无，厨房也渐渐沦为摆设。新加坡的公立教育是一个高质量、多元化和普及化的教育体系。对于本地公民来说，从小学到初级学院的学费都是免费的，每月仅收取几新币的注册费用。本地的几所知名的公立大学，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学院，每年的学费也在8000到1万新币左右。从这些学校的知名度和教育水准来说，这样的收费和许多其他国家知名大学的学费相比，是负担较轻的。当然，对于永久居民和外籍学生来说，收费的标准相差还是很大的。总的来说，在新加坡生活丰俭由人。如果你有很多钱，当然可以开豪车、住豪宅、进出高级餐厅，让小孩入读国际学校，参加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，享受顶级奢华的生活。如果收入一般，也可以住政府组屋，搭乘公共交通出行，让小孩就读政府学校，生活的品质也有较好的保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欢迎点赞转发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